2014年，加州文图拉县 Melissa Bumstead 一個普通的美國媽媽，在一份買房按揭協議裡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搬家之後的日子啊，她覺得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安靜的社區，漂亮的房子，4歲的女兒 Grace 在院子裡跑來跑去，一副安享天倫的美麗畫卷。然後這個小女孩 Grace 開始不對勁了。2014年快年底的時候，Grace 被確診患上了一種極其罕見的侵襲性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4歲的孩子需要接受常規劑量10倍的化療。幾個月後，他對嗎啡成癮，因為疼痛已經到了他那個年紀根本不該承受的地步。他媽媽美麗莎整天泡在洛杉磯兒童醫院的病房裡，看着女兒插滿管子，腦子裡就只有一個念頭：為什麼呀？為什麼就偏偏是我家孩子呢？他最初以為這就是倒霉，但很快他就發現事情不对。在医院裡，他不斷遇到住在附近的家长，他們的孩子得的也是同樣罕見的癌症。後來他統計，光他知道的就有50多個孩子，全住在那片社區附近。一個洛杉磯兒童醫院的護士告訴他：你來之後，我已經見過4個你们社區的罕見癌症孩子了。美麗莎於是回到家，翻出谷歌地圖，把那些病孩家的地址一個個標出來。最後他發現所有的點圍成一個圈，這個圈的圓心是一座叫聖蘇薩納現場實驗室的地方。他開始查這個地方到底是怎麼回事。查完之後，他整個人都懵了。他想起那份幾百頁的按揭協議，翻出來從頭看到尾，在數百條密密麻麻的條款裡頭，發現了一句藏得極深的聲明：購房者知道聖蘇薩納現場實驗室的存在。就這麼一句沒頭沒腦的聲明啊，沒有解釋，沒有數據，沒有一句告訴你這個聖蘇薩納現場實驗室在1959年發生過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核反應堆部分熔毀事故，就只是告訴你，你知道它存在。這他媽哪是知情條款啊，這是提前挖好的法律天坑啊！等哪天你家孩子查出癌症了，对方律師就指着合同上這行字說：那你簽字了，你知道的。聖蘇薩納現場實驗室2850英亩，在洛杉磯西北約30英里的山上。1959年7月13號晚上，這座實驗室裡一個實驗性的钠冷核反應堆發生了部分堆芯熔毀，反應堆堆芯30%融化了，5萬到1萬居里的放射性裂变產物洩露出來。為了不讓反應堆爆炸呀，這工人們直接把放射性氣體排放到洛杉磯上空的空氣當中。聽好了啊，是故意的，不是事故。當時一個叫約翰佩斯的實習生親眼目睹了這一切，他的上司告訴他：你一個字兒都不許說出去。這事兒有多嚴重呢？當時釋放的碘131高達13000居里，而1979年三里島核事故只釋放了17居里啊，差了700多倍。有獨立專家組估算，聖蘇薩納釋放的輻射量是三里島的260到459倍。但這事兒被壓住了，美國官方對外宣稱沒有放射性洩漏。1979年，一個叫邁克爾·羅斯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生翻到了內部檔案，才讓這件事兒見了光。如果沒有這個學生無意中發現，美國政府就打算讓他爛在檔案館裡了。這不是最離譜的，最離譜的是事故發生後的幾十年裡，建築商們繼續在這片被核廢料和火箭燃料化學污染包圍的土地上蓋房子，一棟接一棟的賣給像美麗莎這樣的普通家庭。房屋按揭協議裡加了那行小字兒：購房者知道聖蘇薩納現場實驗室存在。就這句話，不告訴你1959年核熔毀了，不告訴你輻射比三里島高幾百倍，不告訴你這裡有銫137和鈽，就一句你知道它存在，完事兒了。法律意義上的金蝉脫殼啊！律師拿着這句話，這份合同，面對法官、控訴方、陪審團的時候，就能當作完美的盾牌。
密西根大學流行病學教授哈爾·摩根斯坦做過一項研究，結論是住在圣苏萨纳實驗室2英里範圍內的居民，癌症發病率比5英里外高出60%。另外，超過1500名前員工因為罹患癌症獲得了联邦賠償。一個叫羅伯特·道奇的医生直言不諱就這塊地含有一套全明星陣容的剧毒化学物質清单，就是說不是只有1-2种污染物，而是密密麻麻的囊括了你听说过的、没听說過的，凡是教科書上排得上號的致命毒物，什麼鈽啊、銫137啊、汞啊、铅啊、3氯乙烯啊、多氯联苯啊、高氯酸鹽啊等等，全在這兒聚齊了，輕輕鬆鬆就能導致癌症、白血病以及發育、遺傳、神經和免疫系統疾病。梅麗莎後來發起了一個請願，要求加州政府徹底清理這片污染區，超過75萬人簽名支持，包括卡戴珊姐妹也公開站台。主要是因為他們家離這地方也不遠。結果呢，2007年，波音公司、NASA 和能源部簽了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清理協議，承諾在2017年前完成清理。2017年到了，什麼也沒做。到2023年，他们搞出了一份800頁的和解協議，直接把清理標準砍到腳踝。波音負責的區域允許留下高達94%的污染 ，NASA 和能源部那邊留下63%，超過90%的放射性污染物繼續留在原地。州有毒物質控制部門不僅不執行原協議，還主動配合降低標準，清理弄成穩定的。2018年11月，伍爾西大火從這座實驗室燃起，燒了近10萬英畝。儘管官方堅稱沒有放射性物質擴散，但是一篇發表在環境放射性雜誌上的同行評審研究打了他們的臉。研究檢測了火災區360份家庭灰塵、土壤和灰燼樣本，在千橡市、西米谷、阿古拉山和西山等地發現了与聖蘇薩納實驗室相關的放射性微粒。最熱的一份樣本，輻射水平比正常背景值高出19倍，採集地點距離實驗室9英里。來自伍斯特理工學院的核環境專家馬庫·科特芬博士對着採訪鏡頭直接坦言，要是人把這些微粒吸進口鼻，他們會在體內留存很多年，持續造成傷害。那個小女孩 Grace 後來做了骨髓移植，活下來了。但梅麗莎認識的那些家庭，有的孩子沒活下來。她朋友 Julia 的女兒 Billy 和她家 Grace 一樣喜歡迪士尼的 Elsa， 喜歡在公園裡玩。Billy 確診神經母細胞瘤11個月後死在了父親懷裡，那時候他才2歲。這就是21世紀的美利堅合眾國，在核廢土上蓋房子，把免疫條款藏進幾百頁合同裡，賣給不知情的普通人。出了事兒，政府說沒有證據表明污染與癌症相關，企業說我們早就披露過了，開發商說合同裡寫了，資本在前面挖坑，官僚在後面填土，中間埋着的是一具具還沒長大的屍體。